嗨，大家好，我是 Leo。New Balance 宣传很久的991 V2，也就是991第二代，最近终于在全球上市了。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第二代的升级版到底改动了什么，脚感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也收到了首发的 Stone Island 联名款式。今天这部影片呢，就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说。在正片开始之前，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 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帮这个影片按个赞，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一直以来 Stone Island 都是以敢玩科技闻名，强调高机能性用料以及设计，打造出品牌特有的高度实验性风格。回顾过去跟 New Balance 的合作，最早是在2013年的577联名，以577鞋型为基底，改变用料为特有的 SI 577款式，鞋面制作采用军用等级的棉质，经过多次水洗柔化结构，提升舒适程度之外，也加入了反光的技术。同时推出的两款配色，可称为当年联名款的一绝。2021年的3月 ，Stone Island 公布了跟 New Balance 签下合约，将会开始进行长期的合作。消息一出呢，立刻成为鞋圈的热门话题。而首款联名呢，则是在签约的半年之后，以跑鞋 RC Elite V2 为主角，推出了 RC Elite SI NB1 的款式，采用了超薄轻量的 3D 针织鞋面，两角楦头的 Stone Island 以及 New Balance 标志，也使用 3D 列印来打造出带有一种破坏性结构的风格。而在今年2月推出了570 Legacy 联名，可以说是两个品牌合作之后最令市场期待的一款。全鞋采用类似 New Balance 经典钢铁蓝的配色，以抗撕裂网格尼龙材质制成鞋面，再搭配白色的毛绒内里。Stone Island 罗盘经典布章的鞋舌以及鞋垫，大安 logo 上面呢也用上了特殊的网格细节。发售当日不到1分钟，立刻秒杀完售。而今年8月 Stone Island 再度联手 New Balance 底下的 Tokyo Design Studio， 以今年的跑鞋 Supercom FuelSail 为基底进行改造，推出了 FuelSail C1 这款独特的款式。鞋面以亲肤性加的机能性编织面料，加上鞋后跟 Stone Island 经典的罗盘 logo， 以及方便快速穿脱的磁吸式鞋带设计，呈现出独特的跑鞋轮廓。而991 V2 的联名款在公告之后，也立即受到市场的瞩目。发售当日呢，也因为 Stone Island 网站持续被挤爆，而发生不得不延后一天开卖的状况。对991 V2 首发的联名款式，不只是外盒，衬子呢也印满了代表 Stone Island 精神的罗盘 logo。这次除了有延续前作的方位辨识标签之外，还多附了一双深灰色的鞋带。这次991 V2 的联名设计呢，受到工业建筑空间所启发，鞋身配色采用富含军事气息的深橄榄绿以及黑色色调。鞋面的网眼设计呢，则是来自金属网格的灵感。粗木的网格呢，也让鞋身更增添粗犷的气息。而前掌合成皮的部分呢，延续了网布的金色色调，再加上表面 3M 材质的涂布，在光线直照下微微的反光，低调却又不失尊荣感。这边的大安 logo 延续990 V3 的设计语言，加上深灰色的涂布，维持鞋身整体的色调风格。鞋后跟这一块呢，则是具有磨砂感的材质，跟鞋身前段的材质柔软触感，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991的型号袖字呢，则是移到了后跟的侧面，后跟的上方则是加入了 V2 的刺绣，让人一眼就可以辨识出鞋子的型号。而991 V2 改变最多的应该就是全新设计的大底了，除了有让鞋感呈现稳定支撑的 End Cap 之外，这次也加入了在992曾使用过的 Absorb SBS， 在原本的 Absorb 材质中填充入气体，大大的提升吸震性。除此之外，今年 New Balance 一直主打的 FuelSail 续航推进系统也被加进了991 V2 的鞋底，让 Absorb 偏硬的脚感增添了另外一种风味。其实这并不是 FuelSail 第一次被使用在偏硬的鞋款上面，早在前几年推出的板鞋1010 New Balance 也同样搭载了 FuelSail 系统来增加前进的推力。而这是991 V2 的鞋底，最令人感到赞叹的应该就是跟前掌一样大的罗盘标印刷了。拿到鞋子后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罗盘标是印在内侧，最外侧再覆盖上一层半透明的 Endurance 耐磨大底材质，一点都不用担心会把罗盘标磨掉。而鞋子的内侧呢，这是一样在鞋子后方藏有印制的国旗标，而鞋垫部分也印上了罗盘标，让人一眼就可以确认是 Stone Island 的联名。虽然说没有特别的标示，鞋垫的材质跟原先的991 V1 是相同的，属于比较偏厚的鞋垫，越穿会越贴合脚型，让人感到舒适。鞋带部分采用比较粗版的编织型鞋带，一样维持住整体的设计语言。想要更有层次的颜色变化，也可以换上随和附的另双鞋带，做出不同的搭配感。尺寸的话，平常我穿 New Balance 的美制鞋，像是90 V1 到 V6 系列，都是拿 US 10.5 号，而英制级部分的雅致，像是574 2.02R
1906R 则是会拿大半号 US11。这次就有 EV2 呢，在不确定尺寸怎么选的状况下，我是跟就有 EV1 拿一样的尺寸，都是 US11号。就有 EV2 的前掌从上方看起来比就有 EV1 还要宽，实际出穿的内部空间感是差不多的，在前掌处一样都是比较偏细扁。而 Stone Island 这款的材质呢，是比普通版就有 EV1 还要软的，因此越穿会越感受到前掌的空间变大，再加上就有所使用的这款鞋垫呢，会越穿越合脚型。在一段时间的穿着之后，鞋垫压得比较扁，鞋内的那个空间感就会出来，会变成跟穿美制鞋差不多的舒适感。如果你想要穿比较 fit 比较合脚的话，或许可以照出 two size 来拿，也就是跟美制鞋拿一样的尺寸。不过普通的状况下，应该就是跟就有 EV1 或是1500等英制鞋拿一样的尺寸即可，以防止太过于压脚背。等门市比较正常铺货之后，还是会建议实际去试穿看看会比较准确。而脚感部分呢，这是采用多种科技重新设计的中底，虽然说把脚感改软了一点点，不过整体呢还是偏支撑的走向。刚穿的时候呢，会觉得原本就有 EV1 才开始的那一种特别醍醐味还在，不过越穿就会越觉得脚感是另一个层次的提升。Absorb SBS 让人明显感受到后跟的回弹感，再加上新导入的全掌 Fuel Cell 持续提供推力，虽然说没有像就有 0V6 或者说前一款联名的 Fuel Cell C1 那么的强烈回弹，却令人感受到这次就有 EV2 各种科技所混搭出的稳定脚感，越穿会越喜欢。如果要说有什么小缺憾的话，应该就是足弓支撑的部分。在就有 EV1 的时候，可能鞋子前后有一个高低差，会让人很明显的感受到足弓是有被好好撑住的。而在就有 EV2 呢，足弓支撑的位置似乎有比较往后移了一点点，导致足弓处是有那么一些悬空的感觉。或许随着鞋子越穿越久，鞋垫跟脚型密合之后会比较贴合，也不一定。当然这部分就需要时间来验证了。而整体的透气程度呢，跟 New Balance 过去的款式比较起来是差不多的。像现在这个秋天即将入冬的季节，骑车的时候呢，风一吹可以感受到网部是透气的，风会略略的灌进前掌处。不过只要一不走动，就又会恢复到比较保暖闷热的状况。对于脚感的部分呢，如果有新的心得或发现，我会再更新到影片的说明栏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有 EV1 跟就有 EV2 的变更点比较。首先在前掌处重新规划合成皮的位置，让网部的透气面积更加的平均。接着在原本就有 EV1 的鞋后跟的就有袖字，到了就有 EV2 则是移到了后跟的侧面，而鞋后跟的地方呢，则是新增了 V2 的字样。中底部分呢，就 EV1 采用了 Absorb 材质，虽然说偏硬，但踩开之后有一种特别的醍醐味。在就有 EV2 呢，改成了 N-Cap 加上 Absorb SBS 以及 Fuel Cell 科技的复合式中底，手感及舒适度更加的提升。而大底一样延续使用 Endurance 的耐磨材质，连鞋底的图案的部分也没有太大的更动。而鞋身的重量呢，并没有说因为换了中底而有太大的差异。以我手上有的就以 UKF对比 Stone Island 就有 EV2， 其实单脚的重量差只有多了7公克左右，这可能也是使用不同材质而造成这样的差异。好的，以上就是关于 Stone Island 就有 EV2 联名的所有心得分享，相信也可以作为普通款就有 EV2 的采购参考。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看完影片之后的心得感想，有任何的问题呢，也请留言，我会尽量的为你解答。如果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帮我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让更多的 New Balance 同好看到。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我们下次看见，拜拜。